在甘肃天水的大山里，隐藏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石窟奇迹。这里不是《西游记》的花果山，却有着一个水帘洞石窟群。看，就在这片赤红的丹霞绝壁上，保存着世界上最大的摩崖浮雕彩绘。想象一下，整面山崖就是一幅巨型的露天佛国画卷。1400多年前的北周工匠，在近200米长的悬崖上雕刻并彩绘出规模空前、震撼人心的佛国世界。飞天、菩萨、佛教故事，这露天美术馆的宏伟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那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这陇上第一奇观，用镜头细看这些千年不朽的色彩与线条，感受古人信仰的力量与艺术的巅峰。离开了甘谷大象山，我就直奔武山水帘洞石窟群，距离41公里，需要45分钟。这里是景区的大门，刚刚已经把车子停好了，现在去买票。这里门票30块，还有观光车，来回10块钱。从游客中心到景区里面大概是有3公里，加上今天天气比较晒，所以还是坐观光车进来。这个景区大体上是可以分为3部分。这里是叫做拉烧寺，也就是世界第一摩崖浮雕大佛的所在。这里后面就是千佛洞，往这个方向就是水帘洞了。那我们今天先到水帘洞，然后再到千佛洞，最后再来看看世界第一摩崖浮雕大佛。这里还有一栋重檐歇山顶的建筑，上面有一块牌匾水帘洞。这下面看起来像是一条河流，但是现在没有水了。这上面是有一座天桥，等一下就要走过天桥去水帘洞。水帘洞是往这个方向。这一路上有好多许愿牌呢。在这座桥上就更加的夸张了。这座桥是叫做渡仙桥。现在海拔已经达到1700多了。这旁边有一座山，叫做莲花峰，3峰并立的状态等一下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。水帘洞道观，这前面是一个6角亭。看一下这里有一首诗不错，先来亭上坐，再去洞中游。看一下这对面这座比较尖的山峰是叫做笋笔峰，旁边还有一座莲苞峰，看起来是十分的形象从这里上来就是水帘洞了。哇，这里面是一个古建筑群走上去洞穴里面来看一下。这个天然的洞穴高度大概在50米，深度有20来米。现在就进入洞穴里面来看一下。这里面真的是古色古香别有洞天。这是洞穴的入口，而且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一棵十分特别的古树，看样子已经是枯萎了，但是这个树干却是十分的奇特。这座木门看起来还是十分的别致，不过这里面就显得有点现代化了，竟然是水泥的阶梯。这上方竟然还有一座亭子，上来看一下这个阶梯就是木质的了，看起来还是比较古色古香。
不过到了这里呢，就上不去了。这个位置应该是锁住了，这里有一个锁头。既然是叫做水帘洞，那么水在哪里呢？看一下这里，有水滴下来，滴到下面的池子里面去了。如果说是在雨季啊，这个水呢会更大，就形成了雨帘，所以叫做水帘洞。站在这个位置啊，往外面看，是不是别有洞天呢？水帘洞是一处道观，位于形似莲花的山峰下，背后有一个天然拱形的洞穴。整个建筑分上中下3台而建，多为晚清建筑，精美的屋脊和高高翘起的飞檐都很值得一看。说到水帘洞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联想起孙悟空。虽然《西游记》是一部神话小说，但是里面的很多故事情节也是借鉴了唐玄奘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就有提到，唐玄奘在甘肃瓜州收了一个徒弟，名字叫石盘陀，是一个胡人。这个石盘陀就成了孙悟空神话人物的原型之一。加上这里还是唐僧西天取经的必经之路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水帘洞，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。哇，来看一下这棵古树啊，相当的夸张啊！它的根部呢，竟然是在这个位置，长在山壁上，然后呢延伸出来了，一部分延伸到上面，而另一部分呢是到这下方，而且在这里啊还有它的根系，从这里到地板的下方，然后延伸到这个院子里面来了。这棵树看起来已经没有生命力了，但是实际上啊，还是活着的树，真的是叹为观止啊！看完了水帘洞之后呢，现在沿着阶梯往下面走，去千佛洞看看。去千佛洞的路栈道啊，是存在安全隐患，所以呢，就要走下面的这条河的沟道去。但是从这里下去的话呢，就要先出景区了。那就先去看拉烧寺。拉烧寺就是在这边。拉烧寺，摩崖浮雕大佛。站在这下方看啊，好壮观哎！这一整面崖壁都是，而且上面呢还有一些阶梯。不过游客啊是不能上去这上面的阶梯啊，这些呢都是给维护景区的工作人员啊上去的。在这个平台上往回看，这座山呢像不像是大象啊？所以说他们称作象鼻山。这里是鼻子，那里有一个眼睛，哇，壮观啊！在摩崖浮雕大佛的下方啊，还有3尊泥塑佛像，看一下，他们是把这3个呢称作西方三圣。很可惜啊，泥塑佛像的下半身呢，都是露出了里面的木头。拉烧寺可以说是整个水帘洞景区的精华了，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摩崖浮雕大佛。拉烧寺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在崖壁堆积树木开凿的窟寺，它开凿于北周时期，也就是公元559年，是由当时的秦州刺史尉迟迥主持开凿的。站在观景平台上看，满满一整面墙的浮雕结合彩绘扑面而来，场面相当的壮观。浮雕的主角是一佛二菩萨，体态端庄敦实，中间的是释迦牟尼佛，高度达到42.3米，结跏趺坐，
左脚掌心向外，面部丰圆，脖子粗短，身穿圆领通肩袈裟。佛座由上下7层浮雕组成，自上而下为卧狮、卧鹿、立象3层动物图案，彼此之间又以仰莲相连，最底下是双半覆莲。佛座部位还有一个小型残缺不全的一佛二菩萨悬塑，这是宋代作品，据推测为西方三圣。大佛的两侧是胁侍菩萨，头戴3瓣莲式宝冠，两耳垂肩，手托莲枝，双脚戴环，立于覆莲之上。右侧的胁侍菩萨面带微笑，整面浮雕技艺精湛，细节拉满。其实这里还有一处特别的景观，只是现在不让游客参观，就是这个天书洞。据说里面还有一具无头干尸，只有工作人员和文物专家才可以进去。现在就沿着河道往千佛洞方向走，看一下这边的游客栈道。为什么禁止游客走？原因呢，很简单，就是怕这上方啊有石头砸下来，万一砸到游客啊，那后果呢将会十分的严重。而且在这里啊还断了一截，走到一条山沟里面来了。前方啊还有好多阶梯呢，看样子呢快到了。不过这后面这一小段路呢，竟然是这种泥路。前面呢看到一些旗子，应该就是在前方了。千佛洞是这里最早开龛造像的地方了，因为在北周时期啊，在崖壁上呢就画有千佛彩绘，所以呢叫做千佛洞。后来在唐朝啊，又塑造了7尊大佛，因此又名七佛沟。但是7尊大佛啊，早就没有了，现在保留下来的都是宋代的作品了。千佛洞这座建筑啊，是在一个山体的裂缝中啊，看起来还是蛮奇特。不过里面的建筑呢，就是属于新修的了。其实这里主要的看点呢，是在这一面崖壁上，大体上呢可以分为3层。这最上面那一层呢，全都是悬空泥塑，就是上面这一排。中间那一层啊，就是有一个悬空的佛头，然后下面那一层呢，就是比较浅的佛龛，还有壁画。看完了千佛寺之后啊，就原路返回到停车场，下一站呢，直接到宁夏中卫市。OK， 下一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